嗨，我是盛海，在我眼前的呢是目前大疆 DJI 最新出的旅行稳定器 RX3 Mini， 不到1公斤，却可以支撑重达2公斤重的相机。也就是说，大多数的微单、镜头配置它都可以使用。对于第一次入手稳定器的我来说，大部分的表现我都很满意。在这支影片当中，我会提到我认为它设计上最大的问题，然后我如何自己 DIY 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再来是解决后实际使用到目前1个月的分享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吧。对我来说，它最大的问题是将相机安装到稳定器的设计。对原厂标配的双层快装板，也就是你这边目前看到的底板，跟我已经装在相机下方的快装板，看似与目前市面上主要的阿卡系统相容，实际上却不是全部都可以使用。恰好我手边的2种都不能用。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什么是快拆，我简单来说明一下。你可能会使用不同的相机、稳定器、脚架，或者是背包快拆。那如果你没有使用快拆，相机从稳定器要换到脚架，或者是从背包快拆要换到稳定器等等，你都必须要再重新锁螺丝去更换安装板来做使用。除非有了快拆，在不同的设备之间，你可以在不需要更换安装板的状况之下，快速拆装完成。当然，这次 RX3 Mini 它的一大亮点是能够借由安装板的切换来进行速拍，也就是这样操作。我把这个这样拉开，再把它上面的这个底背拉下来，之后这样就完成了速拍的操作。而目前来看，如果你想要做像我刚刚这样示范的横拍跟速拍的切换，你只能用原厂标配的快装板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自己并不常速拍，我主要是横拍为主，所以呢，最大的困难也只有在横拍的部分。而我目前使用的幽兰子 F38 快拆系统，主要会分成2个部分，一个是锁在相机底下的这个快拆板，跟锁在一般脚架上方的螺丝孔的快拆底板。无论将不同的相机在一般的脚架、背包快拆，跟我目前正在使用的幽兰子 F38 快拆旅行脚架等等的设备切换，其实它一瞬间就能够扣起来跟拆下来，就像我现在这样子。假定你这个上面有放了相机，然后我这下面接了脚架，那我要把它扣起来，我就很简单，我对准，然后按住我这边的这个快拆钮，这样子我就直接把它推，它就装起来，然后就要拆下来，我一样按住把它拉开来。除此之外，它上面也有一个安全按钮，也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个相机装上去了，但你不希望它有任何滑动的机会，那你就把它钮拉开来，转，扣住，这样你就按不下去。那这个安全设计我觉得还不错，这么方便的功能却不能兼容 RX3 Mini。而这台稳定器也是我常用的设备，这样子等于我有没有使用这套快拆系统，其实并没有差别。因为我的不同相机一旦要切换到这台稳定器上面，那我都一样必须要把我有在用的 F38 快拆板更换到 DJI 原厂所提供的快装板。所以呢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在稳定器上面的底背，用我这边的这个电钻钻了一个洞。这样子让我能够把我这个 F38 的快拆底板锁上去。那以下是我的步骤。Action。那首先必须要先关闭稳定器上面的电源，并且将3个轴锁都扣上之后，把这个目前的标配快拆板把它拆掉。好，相机快拆板也一样，只留下稳定器它本体下方的底背，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处理的这个部件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就是要把相机的下方锁上 F38 快拆板，这个锁上来之后呢，我再把它扣上快拆底板。好，这样扣上来之后，我就在底背这样放上去，左右移动，先测试看看它相机的这一边会不会撞到侧背。那实际上呢，我是已经用 Sony A74目前的这一台，跟我目前正在录的这台 R62，找到最适当的位置，刚好是底座跟底背相切同一平面的地方。再来，因为你可能会同时上面放无线麦克风，或者是你旁边可能会加线，或者是你可能会开侧翻萤幕。那在你钻洞之前，其实你还是可以检查一下，把不同的轴锁这样打开，去测试看，这样看它会不会打到。那确定真的不会打到，你也决定要钻，那你再拿奇异笔去把打洞的位置画记下来。
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重点工程啦，钻洞。那我是刚好家里有洞，所以我就拿来用。但是如果你家里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去邻近的修车行或者是工厂等等，请专业的技师协助。那我们沿着刚奇异笔上面做的记号，把它底背钻洞，钻到1/4螺丝可以穿过就结束。那再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底座锁上去。再来呢，我们就要来实际测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一样，我把我相机这样直接装上去。哦，你看这样一下就装上去了，超快超方便的，有没有？果然手机的 F38还是最对味吧？啊！你看，如果我要把它拆下来，我一样按着。我完全不用去更换这个快拆板。好，那我们迅速调频之后，来看看实际上使用状况到底是怎么样。现在这样看起来，其实结果还蛮理想的。就基本上我用低角度，它都不会打到。我选择 F38快拆系统，是因为它的本体体积很小，重量也很轻。能够很轻松的安装在不同的设备上面。再来，它的快拆底板能够锁常用的1/4、3/8的螺丝，而快拆板呢，则是有 DJI 原厂设计的这款一样防偏转设计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凸出来的，这个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。那防偏转的版本在使用上比较不会因为螺丝松掉而打到，然后你可以比较看看，这个是幽兰子它的2种版本。那这边这个是一般的版本，这边这个是防偏转的版本。而且幽兰子现在也出了 Zero F38快拆旅行三脚架，它可以直接相容这个 F38的系统，是我现在主要在使用的三脚架。刚好现在录影就是用这个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转过来。在我前面的这个幽兰子自己出的 F38快拆脚架，那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一块其实就是 F38的快拆底板，它是直接融合在这个脚架里面，不用另外锁那个1/4或者是3/8的螺丝，你可以直接用。那现在你有看到我稳定器的下方已经装了快拆板。如果说我现在想要把稳定器放在上面，我这样子，它就上去了。但如果说像我现在就是放稳定器在上面，可是如果我只想要把相机拿下来的话呢，那我就这边一样有一个 F38快拆系统，我就这样，它就直接拿下来。然后现在如果我不想要稳定器在上面，我只想要相机放在快拆脚架，把它拿出来，把它放进去。无论是你现在看到的相机，还是我的脚架，甚至连稳定器，它都可以全部用这个 F38的快拆系统来进行快速切换。使用了1个月之后，和之前我觉得最大的差别，除了原本一直在使用的 F38快拆系统能够兼容之外，相较于 DJI 原厂标配的双层快装板，它的体积呢，其实你看小了一大半，高度也小了快一半。除了收纳稳定器的时候比较不会打到其他东西之外呢，它的重心变得比较低，实质上在操作其实也会比较稳定。最后是像我刚刚这样子放 DJI 无线麦克风在 Sony A7IV 相机上面，它更不会打到稳定器，所以更符合我 Vlog 的需求，也有更好的收音品质。而原本我使用指向性麦克风的话呢，就像我这样子的装法，只要是我低角度或中角度运镜的时候，其实它就会打到，你看很明显，它这边就会打到。所以事实上，我拿这颗稳定器的时候，其实我就不太能用这个麦克风来用了。再加上不是对着自己录的时候，它的收音效果就会时好时坏。因此，其实你在录的时候会刻意去调 Vlog 的角度，会显得不太自然。B10指向性麦克风的话呢，其实它上面的功能就可以设定只收前面的声音，或者是收麦克风前面半圆的声音，或者是周围的声音全部都收，也就是所谓的全指向。毕竟我不可能只录我自己，我可能会像现在这样录前面的地方。但是因为像这个麦克风，如果说你有隔一段距离的话，你开全指向，也就是让它收全部的方向，可能声音不会那么的清楚。所以说，变成是你可能录自己的时候，你要调一下。让它只收前面的声音，像现在这样。那我就只录自己讲话的声音，那这样你听应该是会蛮清楚的。那我们来把它转过去另外一个方向看看。好，那现在一样是让它只收前面的声音，你可以比较看看我现在这样子收音的效果的差别。
所以这就是 Vlog 上面会比较麻烦的地方。你为了要让你的收音品质好，你可能必须要调这个摄影的角度，你才不会导致你自己的声音不清楚。现在装这个 DJI 麦克无线麦克风在上面的话呢，那我做 Vlog 其实收音的方向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限制，因为毕竟麦克风就在我这边嘛。现在你可以听听看声音是怎么样，然后我把它转成自拍的模式的话呢，好，其实声音的品质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麦克风还是在我身上，所以这个就是用无线麦克风搭配稳定器来做 Vlog 的好处。以上就是我这集的内容。这集影片没有受到赞助，所以如果你对提到的东西有兴趣的话呢，我把链接都放下方的描述栏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好奇的地方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有帮助的话，也请你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来第一时间收到之后影片的通知。我们再见，拜拜。